先想就谈因为昨天咱们预先也是采访过您，谈两个。第一个问题呢，您是说到他收受了您5000万美元，您有证据，有他跟他对话的证据。是这样的，不是要这个严格这么说，他让我给他5000万美元，我也答应给了，但是必须合法的给，在有这个讨论的过程。他在我这没有拿到5000美元，他在国内他拿走了150万，这是事实。就在1星期前，我们酒店呢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说这个一个人说，我跟你们的正在关押的赵广东副总3年了已经，当时就送钱是他参与者，说这个我跟他签了个合同，需要给你150万美元，我给你打过去，你给我个账号。我们的财务就给我发信息说这个郭先生怎么办？我说你千万不要收这个钱。赵广东已经被关押3年，怎么可能150万美元呢？这说明就是傅振华和他弟弟想把钱索回给退回来。你看他们这个所谓查反贪的人多么欲盖弥彰，你把钱退回来掩盖不了你的犯罪事实，但是他还是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要这么做，为什么？他是有恃无恐，他要向中央的领导保证我没有收这个钱，我退回去了。但是这符合法律吗？这当然不符合。所以说今天我的爆料当中会提到，他向我威胁我敲诈我5000万美元，而已拿走了150万美元。敲诈您是美元人民币啊。他敲诈您这5000万，咱们不管是美元人民币，他是用什么名义来敲诈？怎么说的？这是怎么？因为这里会谈到，这个只要我给他5000万美元，他就可以保证我家人安全，把我员工放出来，把我家人放出来，把我哥放出来，把我妻子女儿放出来，还有就保证我资产安全。另外一个就是我要帮他查一些资料，特别是要查这其中一会儿我们会谈到这个背景资料当中呢，因为今天因为我们17个小时的这个语音编辑当中剪辑42分钟，由于你们美国之音不接受这42分钟太长了，时间问题，后来我们就是做了一个剪辑版短一点的。我先说一下这个背景，就刚才您谈到的。我想先问一下，这个背景整个是就是时间、地点、人物，就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，什么地点发生的，什么人物参与了，前后情况怎么回事？您的证据是什么？这样的这个小夏女士，首先呢是2015年1月10号是他们进行抓捕的啊，在这个抓捕之前，就2014年大概在8月份的时候，傅振华的老弟就开始跟我的六哥还有我的那个副总。就是赵广东开始接触，通过一个大屯的派出所的前所长，姓赵的啊，全名我都不知道。然后呢，就说马建要被抓，然后呢，你们老国家肯定完了，我可以帮你摆平，然后呢，这个你就得给我钱。这样当初还没有说那么细啊。后来在逐渐来往当中，发现他说的是事实。后来就是我们跟李友发生了纠纷，北大证券在发生纠纷以后的时候，我能帮助你把李友的事情给摆平，然后你给我5000万美元。然后呢，我就答应了，我说要用捐助的方式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拿走了150万，我是美元人民币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因为我没问，我只知道给他钱了。那么给他钱以后呢，后来就真的是1月10号，不是马建副部长也被抓了，我们全家员工都被抓了吗？然后呢，这时候抓完以后，他就提出条件，我不但能帮你把李友事能摆平，我还可以把你家人给你放回来，但是你必须要帮助我办事儿。查人的资料，因为我在安全部就是挂靠的上铐的时候，其中有个就是他们老给我个任务，在海外找那些私人调查公司查阅海外的反贪官的这些资料，我有这个角色，而且做过很多贡献。未来我们也可以谈这方面啊。那么在进入那个题目之前，我们先再把这个事情再澄清一遍，是不是原来因为我这个逻辑对不对？您原来您的靠山是马建副部长，或者应该很熟？应该是他是我的领导。不叫靠山，是领。他是国安会，您又不是国家工作人员，怎么能是领导呢？中国有这个体制，就是商人和任何人，只要安全部选定了你必须是听他的指示。所以我们可以就是合法就是合理的说，您原来是中国安全部的工作人员。那绝对不是，这个你小夏你可千万不要误导。我一不在编，二不拿工资，我只是一个商业挂靠关系。未来我会出具安全部曾经为我们出过的函，安全部的函明确说，这是我们社会的工作关系。所以您等于是一个社会关系，就是他们给了您什么方便，有什么样，比如在生意上给了您什么方便？这个未来他为我出过很多安全部出过函，就是协调单位啊，帮助你办事。但事实上，我可以负责任说，安全部的函在国内没人理。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帮助，包括刚才说到马建这个部长的这个6000万，说有个银行116的时候，他根本不顾事实。我那是2010年发生的事情，我认识那是2001年发生的事情。我跟马建副部长认识是2006年，
我现在要问清楚的这个事情，这前后的关系就是如果您跟安全部有这个，是安全部是您的保护伞呢，还是您是安全部的敲诈对象？不是完全敲诈对象，因为我认识安全部是在这个当初查刘志华案的时候，我是举报人，他是领导我去查找证据的举报人。举报完以后，我是当时还做了一个叫做诫勉训令，给了我法律处罚，然后说从现在起你的安全各方面我必须监控你，我是被监控对象和被敲诈对象。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啊！我们就回到刘志华案，这也是一个很重要，切入刚才您要说的这个各种爆料的问题。那么刘志华我们都知道，他有一些视频是嫖娼的视频，就这样，他现在这个人还在牢里。那么您是举报人，您为什么会是举报人？谁让您举报的？还是您为什么要举报？我当时盘古大观的项目已经建到一半了，他以建奥运村建设这个所谓的规划不合乎规定为名，把这个楼强行没给我谈过一次拿走了，然后就给了他女朋友了，大家从案情都看得出来。然后他当然是贪官腐败了，我就到处告状啊。在告状当中，纪委和公安说：“那你提供证据嘛？”我提供了文字资料，照片他们不要，他要视频。后来就是2年的时间，公安纪委天天跟着我，带着我录这个刘志华视频，是安全部录的，是纪委录的。最后让我戴了这个帽子，就把刘志华给抓了。从那以后，我也就被他们给控制了，我也就被他们敲诈了。这是为什么？用我办公室也不付钱，让我到海外调查。我管见达赖喇嘛的飞机费用，我就花了3个多亿，他从没给过我1分钱。如果我是安全部的工作人员，应该给我办公经费啊，我从没拿过国家安全部1分钱。所以说我是被敲诈、被勒索、被监管的关系。所以回头来说到我们今天的爆料当中，就跟这是有关系的。因为这个事情的延续，他就说，那你顾文贵有这个能力在海外国际上继续帮助我们调查有关人，就是海外调查公司，所以他要求我傅振华说，你帮我调查这个资料，其中很重要，我希望一会儿我给你们出示证据啊和语音。他说是他代表习近平主席，我当时我2次向他确认，我说你代表的老板是不是习近平主席？他没否认啊，但是呢他就给我下达命令，说这个先让我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，王岐山书记的他家里边姚家就是他太太的这个家族。这个整个姚家就剩了一个男性啊，就叫姚庆。王岐山的家里边没有男性遗传了，说他家唯一的就男性。再有王岐山的夫人叫姚明山，还有姚明端他的妹妹，让我查王岐山书记和海南航空的这个事情，而且说王岐山的书记的外甥持有海南是股份。现在我们要是再说。郭文贵先生爆的料是他自己的料，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查证，美国之音也不为这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我们非常希望所有的当事人，他提到的当事人呢，都出面跟我们澄清情况。如果你们个人不能出面，用书面的方式也可以，或者用其他的方式也可以，请跟美国之音联系。美国之音的地址是330 330 Independence Avenue， Washington D.C. 就330中国翻成独立大道，330独立大道就是非常非常容易找。希望大家特别是被提到的当事人能够跟我们联系，我们会跟你提供同样的平台。谢谢大家。